小时候读《三国演义》，最喜欢刘备，他仁义爱民，礼贤下士。等年龄越来越大，才慢慢发现，越来越喜欢当初那个自己最讨厌的曹操。曹操这个人在《三国演义》里被描绘成了一个奸诈、狡猾、阴险的人物，后世的戏剧更是给他画了一副奸臣才有的白脸儿，让他被后世唾骂成了一个不忠不义的奸臣。其实我们的文学作品往往习惯把人物给脸谱化，甚至以私德来简单的评判历史人物，给他加上一个非黑即白、非忠即奸的世俗标签。那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被小说和后世误解了1000多年的历史人物，甚至直到今天，我们对曹操的印象都是模糊的、冲突的、不清晰的。那么曹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其实曹操和我们一样，小时候耍酷调皮一样没落下。不光调皮，简直是顽劣异常。他曾经和袁绍一起偷过别人家的新娘子，还老欺负傻得个袁绍。据说他们两个混小子去偷人家新娘子，事发之后，曹操和袁绍慌不择路地跑，结果袁绍误入灌木丛之中，动弹不得。当时曹操就使坏他，大叫：“小偷在此！”傻得个袁绍被曹操这么一吓唬，竟然一跃而出，跑出来了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后来还演变出了一个成语，叫做贼喊捉贼。后来曹操慢慢长大了，正是英气勃发的年纪，只可惜个头不高，并不像电视剧《军师联盟》里于和伟演的那么高大帅气。据说历史上的曹操还因为自己的相貌呢有点自卑。东晋魏氏春秋里说曹操姿貌短小，身高不足7尺。按照汉代的1尺相当于23公分，那曹操的身高应该不足1.61米，算不上高富帅，但绝对是个官二代，因为他爹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，曹腾是东汉末年有名的大太监，曾经位居中常侍，俸禄是2000担，那待遇等同于御史大夫啊。所以你看人家曹操的小伙伴都不是一般人，比如4世3公的袁绍和后来差点在背后给他致命一击的发小张邈。靠着良好的家世背景，曹操成年后就做了洛阳北部尉，相当于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。他当时年轻也和所有的毛头小伙一样，刚当上官那是激情燃烧，执法严明有一次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，曹操毫不留情，把蹇硕的叔父给处死了。那这就捅了马蜂窝了，但曹操还是依靠他爹曹嵩的关系，被明升暗降，调到了顿丘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清丰县去做了县令。本来曹操可以凭借良好的家世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上爬，将来平平稳稳的承袭家里的爵位，高官厚禄也是一件美事。但可惜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公元184年，在曹操30岁的时候，黄巾起义爆发了。他素有匡扶天下的志向，于是而立之年的曹操毫不犹豫地跨上了战马，就开始了平定叛乱的征程。到了公元188年，汉灵帝设置了西园8校尉，曹操因为军功和家世被任命为8校尉中的典军校尉。结果好日子没过几天，第2年汉灵帝驾崩了，太子刘辩登基。当时何太后的弟弟大将军何进听了傻得个袁绍的建议，征召河东郡的董卓进京诛杀宦官十常侍。结果董卓还没到洛阳，何进就被宦官们给弄死了。同年9月，董卓入京执掌朝政，他把汉少帝刘辩废为弘农王，改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，又派人把弘农王母子给毒死了。此后董卓自称太师，祸乱纲常。董卓当权后，他很欣赏曹操，当时只要曹操归附董卓，那荣华富贵是唾手可得但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，他不愿与董卓合作，于是就逃出了洛阳。但就在这次逃亡的路上，发生了一件让他被后世唾骂了上千年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曹操杀了好友吕伯奢一家人的事儿。那关键这事儿还不是杜撰的，历史上真有其事。《三国演义》里说，曹操和陈宫2人在逃出洛阳的路上，经过了好友吕伯奢家，打算借宿一晚，第2天再出发。吕伯奢就吩咐家人杀猪款待，自己前往西村买酒。曹操和陈宫2人舟车劳顿，便在屋内休息。曹操生性多疑，忽然听到外面有磨刀霍霍的声音，他以为吕伯奢家人要杀死自己，于是曹操先下手为强，将吕伯奢一家尽数杀光了。甚至在离开时，2人恰巧遇到买酒归来的吕伯奢。
曹操因担心吕伯奢会告发自己，于是挥剑又砍死了吕伯奢，并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：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小说里因为这件事儿导致了曹操和陈宫的分道扬镳，也让曹操背负了近2000年的骂名。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曹操真的如此凶残无义吗？首先，在正史《三国志》中并没有记载过这件事儿，就连曹操和陈宫夜投吕伯奢家也是只字未提。但在其他3本史料中，则有着不同的记述。释语中说，太祖过伯奢，伯奢出行，五子皆在，被宾主礼。太祖自以被捉命，以其图己，手剑夜杀8人而去。魏书上说，太祖从树骑过故人陈高吕伯奢，伯奢不在，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，取马及物，太祖手刃击杀数人。杂记这样说：太祖闻其食气声，以为图己，遂夜杀之。继而七创曰：宁我负人，勿人负我，遂行。这3种说法都表明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吕伯奢当时并不在家。曹操杀吕伯奢的家人可能是存在的，以曹操多疑的性格，在逃亡的路上，当他怀疑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先下手为强。因为吕伯奢家所在的陈高距离洛阳并不远，假如有人要拿他的人头去向董卓领赏，并非没有可能。所以这极有可能是一起误杀，而并非是曹操有意为之。但《三国演义》中增加了杀害吕伯奢的情节，性质就完全变了，就从自卫发展到滥杀无辜、忘恩负义了。那这也让曹操被骂了将近2000年。后来曹操逃到了陈留，他散家财合义兵，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诸侯联军。然而以袁绍为首的讨董联军扭扭捏捏，踌躇不前。就在这时候，董卓已经一把火烧了洛阳宫殿，还驱赶百姓，劫持了天子，跑到了长安，留下方圆200里无复人烟的洛阳。海内震动之下，讨董联军只顾窝里斗，唯有曹操独自引兵西进去攻打董卓。但他在荥阳被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，几千人的薄薄家底也几乎是损失殆尽。这在当时的各路诸侯中显得非常另类。而此后的各路诸侯更是互相观望，过足不前，甚至各怀鬼胎，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，竟至互相残杀，搞得天下更加混乱，民不聊生。曹操在《蒿里行》中说：军阀混战，使得天下百谷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，生民百遗，念之断人肠。读这首《蒿里行》，你能感觉到曹操当时内心的悲凉和无奈，能感受到曹操心中的痛。他的痛不是家人逝去的痛，不是个人挫折的痛，而是他看到天下大乱，大厦将倾，但他却束手无策，无可奈何的痛。公元196年，为了扫平寰宇，匡正天下，曹操迎接汉献帝，到了今天的许昌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。随后他又削平了吕布、陶谦等割据势力，而4年之后的官渡之战更是以少胜多，一举消灭了袁绍的主力，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。我们今天一说起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都说曹操奸诈狡猾或者老谋深算，殊不知这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曹操带来的作用，实际上远远小于他所带来的政治压力。事实上，自建安元年曹操迎奉天子后，各地军阀未见一人因曹操占据中央而归附，甚至连天下的士卒之心也并未归附于他。比如他最重要的谋士荀彧，出身于颍川荀氏大族，一生以汉臣自居。他希望曹操奉主上，秉至公，服弘毅，福保汉室是他的原则，但荀彧终究不是曹操的臣子。而曹操几个最为得力的古公谋士和猛将，也很少是因为响应朝廷征辟而来到他门下的。无论是吸引人才，还是攻城略地、扩大势力范围，用吕思勉的话说，都是靠他政治清明、善于用兵，而不是因为他的手中握有天子。反过来，既然是迎奉天子，那曹操就等于将汉室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，这也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。一边周瑜骂他脱名汉相，实为汉贼，
一边荀彧还满心期待他振兴汉室，而随着曹操权势的增大，他的政敌也越来越多。他甚至不得不进献3个女儿给汉献帝，在如何平衡汉朝和自身的关系上，耗费了曹操过多的精力。他诸多的政敌来自于门阀大族，而当时的门阀大族几乎垄断了做官的通路，这些大族披着兴复汉室的外衣，却巩固着自家的权益。曹操为了打破氏族门第观念，罗致中下层人才，同时也为了打击世袭的豪强势力，他大力强调唯才是举。为此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、举事令、求异才令。曹操的《短歌行》对酒当歌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一首求贤歌。据说曹操平定北方后，率100万雄师饮马长江，与孙权决战。事业明月皎洁，他横槊立于船头，告诉众将说：“我拿此槊破黄巾，擒吕布，灭袁术，收袁绍，深入塞北，直达辽东，纵横天下，颇不负大丈夫之志。在这良辰美景，我作歌，你们跟着和。”于是他慨然唱道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对于人才，他满怀期待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他渴望得到人才为己所用，心中慷慨悲凉，忧心如焚。于是他说：“明明如月，何时可多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”他说自己愿意像周公一样礼贤下士，希望天下的人才能够真心归顺。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公元207年，曹操北征乌桓，得胜还军途中，行军到海边，路过碣石山，他登山观海，一时间感慨万千，写下了著名的《观沧海》。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，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当他看到辽阔的大海，想到自己年轻时就树立的万丈雄心时，不禁慷慨悲歌：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”此时的曹操已经53岁了，但他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建安25年，即公元220年的正月，曹操病逝于洛阳，终年66岁。据说临终之前，他对自己的妻妾们说：“等我死了以后，你们都改嫁吧，嫁个好人家。”作为一个1000年前的古人，一个权倾天下的男人，曹操能有这样的胸襟，实属难得。可以说，曹操是一个活得特别通透的人，一个活得很真实的人。尤其是在三国乱世之中，活得真实其实很不容易。他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，但他一定是个治世的能臣。在那个烽烟四起、人命如草芥的乱世，也许更需要的，恰恰是曹操这样有能力堪平天下的豪杰英雄。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，在那个烽烟四起、生灵涂炭的时刻，是曹操毅然领军平定四方作乱的诸侯，灭袁绍、擒吕布、破袁术，使中原免于战火，使人民安居乐业、休养生息。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，是他惩办豪强、稳定局面、唯才是举、上礼重法。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，他的诗歌朴实无华，感情深挚，气韵沉雄。他和他的儿子曹丕、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共同谱写了建安文学的辉煌，铸就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建安风骨。曹操早已作古，但对他的评价却从未停息，甚至两极分化。然而曹操也许早就不在乎了，因为自古成大事者，谁人不被议论纷纷呢？大唐才子王勃有一段对曹操的评价说：“魏武用兵，仿佛孙吴；临敌制其鲜有丧败，故能东擒脚步，北走强援，破黄巾于寿章，斩睢固于射犬。远戈北指，踏顿悬卢，拥沛南临，刘从戍守。振威烈而轻中下，
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信超然之雄杰矣。